要去玉山。玉山吗？里面有香鸟语是吗？是，气象局就交托给你了。我们的观测资料就从你高山到地面传达过来。本节目由欧多纳赞助播出。经过千辛万苦，可以说是提炼再提炼，浓缩再浓缩。我从山下终于到这个地方，玉山登山口。你今天心情为什么好成这样？因为我觉得，身为一个气象站的观测员，就是应该要走到第一线，才能够告诉民众说，现在的天气是怎么样？录一日系列一定要讲真话，因为台哥其实平常体力非常的好，但是因为他平常不太常爬山，他还是会有些许的担心。向导就跟台哥说：“台哥您放心，我们帮您准备了一盒威尔刚。”我觉得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高山症的任何影响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说你不需要，你是在强调另外一个部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觉得，你右边的口袋都被弄到了，真的是不得了。手机啊！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说今天跟学姐一起能够登上玉山的北峰的话，也是我这一生人的一个荣幸。泰哥，你的同事来了，同事来了吗？同事来了。我要上玉山，我要跟你去上玉山。It's me， 不要怀疑，就是我台哥。怎么样，心情好不好？蔡强，是有扇子。没有扇子啊，没有扇子。自从那个一日讨海人之后，我有发现你现在开场会开很久，真的，因为你后面就会没有什么镜头，你会比较担心，所以我刚在旁边等的时间稍微有点久。没有，所以我想我今天当个玉山的气象站的观测员，我必须要好好的完成我的工作。今天就直攻台云山庄了，好 ，yes， 明天就攻顶。希望我们今天日北峰观测员顺利。没错，顺利。check it out。有学姐没有来 out， 也可以。干嘛？你是不是第一次登玉山？当然啦，因为我们对山要非常的崇敬，要尊敬是真的是这样。然后我们在登玉山的时候你要注意，因为我们在爬山嘛，所以你要有登山棍。对，登山棍你要2个。你这样会太多，你这样加起来就5支2个这样。等一下，加起来5支哪里？台哥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因为那个打包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把比较重的行李都已经拜托我们今天的向导帮我们背，那还剩下最后2个随身的，那可能要请2位帮忙背一点，就是1点就好。最轻的。在哪边？台哥，不是那个不是，那个是要丢掉，那个没有，那个不是，是这个这边，左边往左边看。那台哥没问题吗？这没问，这其实也没问题。热气的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是 OK 哦，因为我平常有在举重，你知道吗，台哥？因为我像我自己如坐在，果你不要就说不要，我们就拿那2个小。我坐在哪里，台哥？花莲。花莲不一定会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怀疑我就是有原住民的血统。不可能不行。你要小心。Killer， 你不要 ，Killer 不要用力哦，Killer 你只是试一下而已哦。对，试一下哦，小心哦，来，小心。你小心，好不好？来哦，Killer 你小心哦，嘿，今天小心哦。他1公分都没有动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了，我们走了。你在背看，你试看看，真的。这个脖子真的会断掉。拉一下。走。好了，乔。好屌！帮我一个。你脑撕嘞！
很快前面就是玉山主峰了，不要害怕。屁呀！风吹的好厉害，主峰快到。等下这不行了啊，不行了啦！啊，到主峰，快帮我照照相，快帮我照照相，快点，快！主峰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这里配重真的算少之又少，后面那些杯弓他妈的厉害到不炸，我现在快不行了，他妈有够累的。然后本来想说，这一路上应该是干话，一直讲，更害怕讲话，太辛苦，太辛苦了。我的目标是。这段还 OK 嘛？你看这个，我爬这个山好像如履平地一般，无所谓，好不好 ？OK 了。其实我觉得我这样走法是错的，不要急，没有人在跟你比赛，你自己在跟自己比赛，急了不一定要到达终点。慢慢的一步一脚印，慢慢走，没有赶。我觉得我这刚刚是一个小小的领悟，因为我平常做什么事情都很赶，赶着出门，赶着上班，赶着去录节目，都是在赶。怎么样？你确定我是要到气象局上班，而不是去林务局吗？啊？我现在我已经累到你说不出话来。好，下面是干式厕所。那干式厕所就是用掩埋的方式，所以味道会比较重。那既然都来到这里，我们也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平地的公共厕所跟高山的公共厕所有什么不一样。哦，哦，哦，妈！你去拍那个，它的洞是直接那么深，然后现在大便已经挤到这样子了。这个厕所味道是真的蛮重的，然后因为大便小便在这里，然后都堆在那边。那刚刚洪志有跟我讲说，如果要遵守规定，就是上完呢，旁边有准备一些木屑，然后就把它就多点把它掩埋住，味道才不会就是飘出来。好，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希望大家登山的时候呢，也能稍微遵守这个规定，让后面的人可以有一个比较可以用的厕所使用。走。当一个气象观测员，真是太苦。观众一定很好奇，为什么整个镜头都没有 Kid？ 因为 Kid 刚刚在入口那边挨北挨步，就他根本就不累，然后他一个人就火速上去，他可能已经到排云了。你们干嘛走那么的颠三倒四的？我 OK 啊。对，你不是没力吗？你怎么会跑那么快？靠！我让你半个钟头，你果然还是可以。凯哥，我刚刚在这边拍完了，休息完，吃完甜点。我告诉你我一路都在拍。你一路也在拍？我一路，而且我刚一路上感动到爆炸。你知道你有遇到一个小姐拿着垃圾袋，你有跟她聊天吗？有啊，她去捡垃圾，她好辛苦。那你有去她？我觉得这丢垃圾怎么不从这边跳下去直接自杀？你他妈自己就是个垃圾！真的在山里面丢垃圾，你怎么不去死？你怎么不把自己当垃圾丢在这里？丢下去你就直接跳下去，就是垃圾。笨手。
他妈的，台湾人还有这种人。大家爬山要爱护山，真的啦，不要再乱丢垃圾了。真的。那个大姐从山上捡到山下，你以为她在无聊吗？现在我们已经走了2.5公里了，然后在这边遇到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冷气，一个上升气流，很凉很凉的一些微风。我觉得陈百强已经快死了，我觉得他好像口吐白沫。哎，陈百强，你过来这里，这里有一台冷气，超爽。他这个这样人小心点。我感受到了，这边有一股风吹上来。这边呢，我们也不多了，还剩6公里而已。刚走了2.5，我们再4个小时就到了。哎，你知道刚刚我问那个向导，他说他们如果是平常在运送物资的话，从刚刚登山口到排云山庄2.5小时。屁啦！真的，而且是他们是要背那些东西哦。我没有电了啦！我该完了，电池给我。电池全部在那个包里，要到排云山庄办法充。没有电了，活该啊，超爽！了解他，哪个走？这个上字。就在没有卫星的时候，玉山气象观测站上面的人，他是怎么样把这个气象的消息送回到地面？可能飞鸽传输好在。我觉得飞鸽他飞到一半，他应该就去了，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到气象观测站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因为你那天跟那个学姐太好，科长受不了，想说让你磨练一下，就把你调北风，不然根本不用这么辛苦，下午开个会就好了。哎，我刚幻想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觉得喜爱爬山的人可能都是有点 M 属性。我们身边最典型的一个 M 属性的人，不大平我座长带我们去富山那一位，他就跟我坦诚说，马努地上是 M 属性的，越痛気持ちいいです。带他去家里按摩，他就说啊，すごく気持ちいいです。对，気持ちいい，痛い。我觉得 Eric 可以有一点。所以如果说大平先生他生在我们这边的古代的话，重则50大板，他会觉得啊。哎呀，当然ダメ。然后保险天就俩拱。堂下何人？一打50大板，你居然喊気持ち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山太屌，玉山北峰的那个观测站，有没有？他可不可以把它放在山下？就不用爬那么远。台哥，对不起，我们需要打断你一下，因为我是首次看到有人把油然后凝结成结晶石在眼皮上。那个怎么办？耶！你这样看一下这个废物，你先看一下，你看看他，他一路走来，哎，起来啊！几点了？下午1点了啦。啊，睡半个多小时哦。你这样对吗？不是，你走太慢了。哎，Kid 那个睡眼惺忪是真的，拍他脸，气死我了！我一路在拍耶。哎，我也没拍吗？我没拍吗？我拿 GoPro 自己拍嘞。哎呦，这样子。想要帮补个画面。不然都是那种老人那么健行的。
下一段给你一点面子，看一下我们的 partner 好不好？ 70公斤的开什么我玩笑？真的是这样一路下来哦，真是由衷的佩服这些向导。哎，70公斤是2个温妮，你知道我背什么吗？我背一个温妮的头而已。讲到恐怖。你知道我背什么吗？我其实就是一杯水。你没事。哎，我要去测一下血氧。那个大哥说，看看我有没有好一点。对，浓度应该要多少？浓度这边到85以上就 OK， 心跳在身上，大家都自然跳到100。对，因为刚刚沿路有很多辣妹。哦。85不行啊，我89。看一下，我是氧的浓度不是很氧，只有跳30，我真的是已经爬得跟龟儿子一样，你才跳30。哇对了，89了，来了啦，刚刚对啦，哎，我心跳才83呢，因为我已经休息过了，对。对呀，哎，我现在上来100，我刚上来，哎，大哥我也想测，可以测一下吗？135应该是快去了吧？对。 7点后就会到。我已经去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我袖子里好像有东西进去，哎，好痒好痒。好娘！帮我拿一下，帮我拿一下，帮我拿一下。哎，你是娘炮？哎，看到没有？天哪！看我用娘炮，真的。金刚的测试我们已经完全了解。俊要去，真的好可怜。俊他135下。我觉得开心的是，等一下在这边要吃面，我们可以多吃1人份，因为俊就去了，所以我们决定在这个休息点休息1个小时，吃个面，然后休息一下，等一下继续的往上走。好，休息了啊。好 ，check it out。我跟你讲，山的变化实在太大。刚刚还一朵云飘过来，说要下雨，然后你看哦，它的云又过去那边了，然后主峰就躲起来了。等一下，突然间主峰又出来了。好了，台哥，我们做了一个大休息，现在要继续爬了。然后我们原本还以为说接下来应该很快，但丁向导说接下来的300天是生不如死，能够在北峰过夜是很难得的体验，就是一定要相关人士，游客是不行的。真的，所以我们这次会在北峰过夜。我们这样讲就对了嘛。睡觉。好了，反正 anyway 就是要观测气象就对了。是有气氛，但是为什么？你看，哎，又一片雾茫茫，整个没了，不是山不见而已，是整个没了，一片雾茫茫。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向导几位大哥，他们已经60出头了，没有在怕，真的很屌。他基本上跟回车库的感觉是差不多，而且他攀完以后，像小杨到现在还没有瘦下来，他很壮，好不好？你去看他的小腿，你去跟他比。小杨向导的小腿有比哥的下面大吗？我觉得没有，才这样就大。怎么可能？ T 的后面又开阔了，怎么那么突然呐？然后就太阳又出来了，这就像婊子艾米莉亚一样，太阳一下弄一下没有。我觉得我们这个影片很难传达我们登山的辛劳，我们每个人都快去了。这一集大家真的不要觉得说，你怎么都没有什么惊喜，怎么都没有什么很酷的一些画面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在这边跟你讲话就已经是很屌的画面。活着就是惊喜。对，好，我们出发了。出发。我们又慢下来。我为什么要答应？我才这么强，老板的建议不见得每一个都要听啊。让我欢迎 Eric。Eric 好，克服我的心理障碍哦。这里根本就是垂直这几乎是90度了。我觉得现在已经差不多3000多少了，你知道吗？木曜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做到这样？木曜已经做到这样，我很想问，下一集会怎样？不能把观众的胃口养大。不能啦，真的没有办法做了。对，没有办法做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在这边最后一集了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下次去那个一日潜水员修那个海底电缆，大概要下100多米。继续。我在走峭壁耶，台哥。这是峭壁耶。熊这边是它的美容院，它就在这边磨制熊，这陶章可以陶店。
其实我觉得我最近常在潜水也有差，因为潜水需要一直排压。以前我下水的时候耳朵超痛的，那长潜之后耳朵可能就软，然后或者是适应了。所以我现在来到这个高山，耳朵就比较不会痛，很爽哎、爬山，好像自己又健康了一些。剩2公里哦，加油！我们跟别人组队了，因为台哥实在太慢，台哥太多毛了啦，台哥就这样在那边。哦，我等俊杰一下，他可能不行了。哦，我可能觉得我需要这边主持一下，这是借口啦。我才提供呼吸啊！我怕他把我的氧气全部吸。2.0到排云山庄，我跟你讲，登山真的不是开玩笑，真的要有一个相对的体力。台哥，你迟到那么久没问题吗？今天是你外派上班第1天哎。我跟你讲，我想到了，如果说我们今天攀登玉山，对不对哈？3952，你们或许没觉得很屌，但上一个班要攀到3952，我差不多2天下一次班，我算错了，4天下一次班，因为我来回路程就要2天。台哥加油！我听说在北峰关圣站的夜晚看 A 片很有一个感觉，我们一定要亲自体验。为什么永远都是那么多垃圾在你的脑子里？有谁在上班的途中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树木躺在路中间，象征着升官发财 ？OK， 棺材。这桥怎么盖的啊？他们怎么把这些铁搬上来啊？我现在到这个点呢，是离排云川山庄只剩0.5公里，也就是500公尺。我决定在这边等台哥，我们一起走上去排云山庄。台哥来了，我在等你最后一段，你知道，才耽误行程，一直都在拍啊。我懂啊。对啊，我要给你介绍排云山庄，你知道会比我们早到多久？大概50分钟。真的？真的。走啊，一起走啊，走。你们难以想象啊！我这样走着跟你们说话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在斗退路啊，没有在看山谷的。你给大家看一下山谷是怎样，他没有在管这个。同志，你真屌！哎，那个永远是屌，有啊，后面。目测大概只有50公尺。50公尺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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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动起来，动起来！
千里迢迢了，可以说是已经赶到海云山庄了。其实来到这里，我真的觉得有一种好像完成了一个任务的感觉。跟你讲，其实走的过程虽然很辛苦，但到上面好像高温真好。哎呦，怎么讲？两位的办公室还没到，在北峰观测站。然后 Eric 说，从这边上北峰没有从下面上来这么辛苦，大概只有3/4的辛苦而已。个人觉得从上面上来这一段，以你的疲劳度来讲，满分是10分的话，大概是几分？我讲真的，因为我觉得讲假话我怕观众不敢来，因为我觉得玉山其实是一个非常好走的百岳，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来走，真的不会太累。爬山嘛，总是要有一点小小的疲劳，才叫做有一种感觉。而且我觉得不是很累，只是有一个小的感觉，就是感觉很像脚筋被挑了，只有这样，没有别的。而且我觉得我蛮享受那种一点点缺氧的感觉。讲最后一个，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看这一集，因为这有可能是史上所有的节目里面最屌的一集。因为其他的行脚节目可能不太会去拍过程，但我们过程干话一堆。对，节目都是开头哦，然后过程一点点，然后就直接跳到排云山庄。综艺线需要攻顶玉山的没有这必要。我们要攻顶玉山，我们不是只到北峰观测站吗？我们要攻顶玉山。因为北峰观测站在玉山主峰的后面，而且 Eric 刚刚说，如果你表现得好，我们可能群峰都会去走一遭，不用表现好。海哥听说排云餐很有名，等一下我们就休息一下，大家梳洗，然后就吃个晚餐。吃梳洗是？梳洗一下，吃个晚餐。我越吃梳洗。这种山上能吃梳洗，包的也是一些树叶。是。呸，嘿塞，山苏沙西米也塞。好了，干话。明天我就要去北峰报道了。对 ，check it out。check it out。多棒！它这个副菜还可以无限供应，这样子一份。人家这样飞上来，飞8.5，太值得了，好不好？海哥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在游乐园一个套餐没有什么东西就200多块，300，他飞到3402公尺，真的很感谢，真的。吃一下，真的还蛮好吃。好，今天起来呢，天气好像有点比较冷一点，超级冷。然后昨天晚上睡了半天，我到现在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睡。你好像没睡，因为你一直在发呆之外，一直辗转难眠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可能肠子受到压力，就把以前的气全部排出来。然后吃在你下腹的 kid 就一直吸收芬多精。隔壁还有这样，一直在那边遮个屁。那个不是别隔壁，那就是 kid。记得吗？是 kid。我也是隔壁，我说隔壁害我那遮越小声，真的是。后来我就不管了，我就砰一声。然后我们本来是预计5点要出发，然后我2点多就起来，在高山上真的不好睡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有压力，砰一声。其实每一次的高山，即使是同样的纬度，但是也因为气压的不同，你都有可能说这次可能这样不是很明显，可能等一下就明显。所以这种都是要随时要注意自己身体的变化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要去攻玉山的主峰。为什么要先攻主峰呢？因为主峰过去才是北峰。所以我们会先到这个主峰，再到北峰报道。哦，然后好啦，打起精神。真的没什么精神。现在时间是早上几点？我没怎么样。7点半。7点半。然后我们今天准备要往玉山的山顶攻，虽然说高度只有在400多公尺，可是好像这400公尺比较困难，很关键的400。对。好，走吧，出发吧。Let's go。
0.9公里。0.9是吧？对。终于不到1耶。对。还有0.9。对，比较窝一下。太长小心，沿着铁链走。沿着铁链走，小心哦。山主播，第二。这些铁链都让它背上来。最后10公尺了。我们一起。 成功。第3组合，好大！好大！最大395呀！全台湾最高的地方，我们到了！玉山登顶成功了！すごい！皆さん，玉山主峰，玉山主峰啊！哈哈哈哈！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靠北，太难了！直播收视太难了啦！哎，这怎么弄啊？直播怎么不见了？啊？ 我们全部终于到了玉山的主峰，395公尺，大家拍手！太感动了，这是我人生的第2座百岳。对，前面那些辛苦，真的都没有什么了，挂电话了，吵死了。我们继续，我在享受这个喜悦，在跟你儿子享受。Bye, take care, man. Okay, I love you, man. 你真的没办法感受我人生中的那个
最开心的那个。不要，你唯一的感受跟我刚刚一样的感觉，只有什么你知道吗？你现在下到那个平地，再上来走一次。我真的很想哭。我真的觉得人生真的很难有第二次可以来到这地方。你湖上面有露珠湖子也露珠。露珠是什么意思？很屌，露珠。就说以我这个年纪，我已经连过半环，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能够登上玉山的山，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高峰，非常的珍惜。其实我也很感动啊，因为台哥一上来，他的那个心中的喜悦，他第一个最想要分享的所以他就真的是完全停不下来的，很兴奋的就马上拿出手机，然后打给那个台姐，老爸爱就是儿子的那个心态是真的，还是我现在等一下也可以。好，你现在打给我，然后我们两个意义在哪？台哥，K，你要看，K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正在玉山山顶呢。台哥，我也在玉山山顶啊！真的是，不是好感动。请问你在哪一个玉山呢？我跟你讲，我在这个台湾玉山的主峰3952公尺处啦。对，我也在3952公尺处。Oh my god！ 在哪？瞧瞧，你看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台哥，在哪？还是台哥，我们先来做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在玉山做过的事情，而且人家也做不太到。打手枪，真的在枪，你的枪在哪里？那难够了。我看鹅大爆来，注意哦！看，我现在在北峰，这里好漂亮哦，好美哦！呜呼！感谢大家，我们是木曜4兆玩，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还要记得追踪我们的粉丝团以及 IG、Twitter。最重要是帮我们分享影片哦，就这样，木曜4，下次见，耶！好 ，OK。耶！